大家好，有一个令人激动的消息要与大家分享 ，Google Bard 已经全面开放，不再需要等待名单，现在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它了。最近在 Google I/O 大会上 ，Google Bard 发布了一系列重大更新。如果你还不了解 Google Bard 是什么，我来给你简单介绍一下。你可能已经熟悉 ChatGPT 和 Bing AI，Google Bard 就是一款与它们类似的人工智能。它使用谷歌自家的 Lambda 语言模型，并已经覆盖了180个国家和地区。更令人期待的是 ，Google Bard 还计划在未来发布中文语言版本。今天，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全新升级的 Google Bard， 看看它带来了哪些令人兴奋的新功能。我们切换到任意一个支持的国家和地区，点击 Try Bard 的蓝色按钮，点击 More， 点击 I agree 按钮，点击继续。现在就进入到 Bard 界面了。问候一下 Google Bard， 看看有没有答复。它很快就做出了回复，速度很快。点击左下角的按钮可以切换明暗主题。问问他你是谁，他也很快回答说：“我是一个基于大型语言模型，仍在开发阶段。”答案可以导出到 Google Docs。也可以以草稿方式发送到自己的 Gmail 邮箱。还可以点击 Google It 按钮，在 Google 浏览器中搜索答案。如果想清除聊天记录，点击左上角的 Reset Chat 按钮。测试一下生成代码能力，先让 Google Bard 写一个 Go 语言的 Hello World 程序。返回代码没问题。再让创建一个 Go 的 Web Server 服务程序。也是很快回答出一个可正常执行的代码。测试一下 Bard 的写作能力，让它写一个栽培恢复方案。很快就写出了栽培方案的提纲。复制提纲的子标题，继续提问，它会返回更详细的内容。回答让我满意。继续问，请列出所有三星手机型号。还给出了答案的来源互联网。下面还可搜索相关的话题。再问一个问题 ：Google Bard 哪些方面比 Chat 强？
回答还算客观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儿。如果你觉得本期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那么记得点赞、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感谢您的观看。